一群德国人逮住一个犹太人，德军当场将他的裤子脱掉。这就是分辨犹太人最有效的方法。一旦发现有过割礼，将会必死无疑。此时男孩十分害怕，因为他也是个犹太人。他立刻将自己的证件埋进土里。而轮到德军盘问他时，他却淡定地表示自己是一个血统纯正的德国人，从小失去了父母，然后被苏联人抓进了孤儿院。如今见到了自己的同胞，很是开心。士兵半信半疑，只能把他带到长官面前。面对长官的盘问，男孩表现得镇定自如。可当被问到他的父母时，男孩一时想不出给父母编什么名字，迟迟回答不上来。而登记的长官直接脑补了他的惨烈，说他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家人肯定都被苏军杀害了。你这样问，无疑是在揭他的伤疤。长官立马安慰他。这时，战俘中突然发生争吵，一名苏军长官拒绝检查，但双方的语言不通，德军又听不懂对方说的话，而男孩正好精通俄语，一番交流后才得知，这位苏军长官竟是斯大林的长子。德军如获至宝，他们拉上男孩一起拍照留念。原来，男孩出生在德国一个犹太家庭，在他13岁那年，德国境内反犹运动越来越强烈，所罗门一家被涂上犹太标志，姐姐也因为犹太身份不幸被杀。父亲为了保住剩下的2个孩子，便把他和哥哥送到波兰躲避。可没过多久，波兰就遭到了苏德的联合入侵，兄弟2人只能再次踏上逃亡之路。但在逃亡的途中，所罗门不小心掉入了河里，从此与哥哥分离。好在万幸的是，他被一个苏联士兵救下，随后士兵把他送进了孤儿院。这里并没有种族歧视，只有团结友爱。所罗门开始接受苏联的军事教育，凭借着聪明的脑袋，他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员。本以为从此不用再逃亡，可没想到战争再次爆发，德国已经开始入侵苏联。没办法，所罗门只能再次跟随难民逃亡，却不料途中遭到德军的空袭。好在他及时躲在卡车下，才侥幸躲过一劫。可突然卡车开走了，所罗门只能再次与同学们分开。更倒霉的是，在半路睡觉时，不幸被德军抓捕。被俘虏的人有很多，但德军只在乎犹太人，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就这样，所罗门跟着德军当起了翻译。可最尴尬的是上厕所，因为犹太人的出生仪式，每次上厕所都要躲得远远的。